那你也可以早点跟我说，让我想办法呀。你爸爸一再嘱咐我，不让我告诉你的，他就是怕你现在这样自责。雨阳，我们做父母，处处为你着想，可是你呢？为了个女人，把自己搞成这样，你现在连工作都没了，你怎么对得起我们呀？要是让他知道你这个让他耗尽生命、费尽心思培养的儿子对不起他，他怎么能走得安心呀？妈，是我对不起爸。你现在说这些都晚了。我要你发誓，我要你在你死去的爸爸面前发誓，一定要功成名就，让你爸爸死得瞑目。爸，你放心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好好做事，努力拼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一定要功成名就。这里真不错，又大又气派，我看挺合适的。要不就定这儿吧？啊？可惜我看不见，不知道这里长什么样子。你放心，等婚礼企划师规划好了，我也让他一一解释给你听的。对了，记得都要用玫瑰花。小林最喜欢玫瑰了，从小就梦想着有一个玫瑰花海的婚礼呢。好，我会提醒企划师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陈先生。啊，我刚好也在饭店里。我跟你在大堂碰吧，我们在那儿谈。伯母，我有个重要的客户要回美国，我去跟他打声招呼。没关系，你去忙吧，有妈在这陪我呢。好，我去就回。他们家的事业又没我们家大，这事儿倒不少。从刚才到现在，我看他就在不停地接电话。妈真担心这以后他能有多少时间陪你。妈，贺帆还年轻，正是冲刺事业的时候。我以后啊是要做他的妻子的，当然要体谅他了。只要他对我好就可以了嘛。你呀，就会替他着想，这还没嫁过去呢，就替他说话了。妈，
你在爷爷面前不是也总帮爸说话吗？你这丫头，我是为你好，你倒调侃起我来了。我知道。我们再去里面看看吧。走吧。嗯。我这行李很贵的。好，没问题。先帮我放这边吧，我一会儿过来拿。哎，先生，先生，你是不是忘了件事？有吗？我身上没零钱，我一会儿结给前台，让他们拿给你。其实你也可以先把大钞给换了。这么点钱，你怕我会赖你啊？啊，不是，先生，你也知道，我们这些当服务员的，就是靠小费过生活的嘛。只要该是我拿的，我一毛都不会向他放过。你真有意思。好，我跟我朋友借给你。贺凡，贺凡。陈先生，真不好意思，先借我点钱。现在服务员要小费，要到让人生气的地步。哎，你不要小费吗？走了，谢谢。我们过去那边聊吧。宇阳这几天都不肯理我，也不接我电话，他一定是还在气我，不肯帮他的事。特助好。夏雨阳的事，燕玲给你答复了吗？早就跟我说了，爷爷说已经公布了，就不好再去说什么了。特助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谢谢你。我相信，以宇阳的能力，一定可以再找到工作的。他已经找到了，我刚看到他了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工作？你知不知道你的手上应该拿的是听诊器手术刀，而不是在这里搬行李？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子我会很心疼、很难受的。雨飞，你别这样子。我会做这份工作，是因为它不需要背景，不需要经验，而且随时可以走人，不会引起太多的争执。既然这个样子的话，那就不要做了。我不许你这么糟蹋自己。走。就算糟蹋自己，我也得做。我爸他过世了，我需要钱安葬他。夏爸爸过世了，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宇阳，钱的事情我们想办法借就是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你要怎么帮我？跟叶玲开口啊！如果当初可以，你就会帮我了，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算了，不想再说了，让我去忙吧。你放心，只要找到医生的工作，我会立刻离开这里。
但现在，我想把这份经验当作磨练，算告诉自己，不要再意气用事。只要能够到手的机会，我都牢牢地把握住。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这种小 case 一查就能查到什么。这个许院长现在跟仪器商聊得正开心呢，话里边好像还说到什么杨家设立基金会的事儿。哼，哎，他们现在好像还达成了某种协议。哎，要不要把照片传给你啊？不用了，有些事情太过详尽，反而容易让人起疑。就这样。一点点我遇见，一点点美的眼，一天天陪在我的眼前，爱就这样蔓延，有你的嘴边，还有爱的这些孩子真可爱。我上一次啊，只是随便说一说，谁要是不好好吃饭，这次就不给他们糖吃。想不到他们都当真了。这一次来，每个人呐都要摸他们的脸，看他们是胖了还是瘦了。有件事，你先说。其实我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你先说吧。什么事情那么难开口？我可以摸摸你的脸吗？我总是在回忆你的样子，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，你的样子还是有些模糊。我怕时间久了，我会忘记。怎样出卖情分？还好我们才懂，还好不算迟钝。伤过的疼越发残忍，还有幸福在等。还好我们回头，还好爱情发生。脆弱的门推开就成两分。你好像瘦了。同样的伤痕，沿世界转鼻子还是一样挺。结局如何分真？你待我沉沦。睫毛很长。还好我们才懂，还好不算迟钝。伤过的疼越发残忍，还有幸福在等。还好我们回头，还好爱情发生。脆弱的门推开就成两个人的一生。还好我们回头，还好爱情发生。等下一次我快忘记你长什么样子的时候，我再告诉你。好了，我的事情说完了，该你说了。天哪，
叶灵这么信任我，我怎么能利用她？没什么。贺凡，明明就是有事嘛，我都老实说了，你应该跟我说实话啊。你不是说过吗？我们以后都是夫妻了，不应该有隐瞒的。有人说，看到许院长和仪器上密谈，而对话当中还提到杨家设立基金会的事。你有证据吗？没有，纯粹是听人转述，顺口跟叶灵提了句而已。爷爷，贺凡也是一番好意，本来他怕您误会，不想让我跟您提。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让您知道，毕竟基金会掌控的不是一笔小数目。你们的顾虑我明白，但是，我跟许院长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，总不能因为几句话，我就放弃基金会的运作吧？尤其是现在，已经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让我好好琢磨琢磨，看怎么处理好。爷爷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先走了。贺凡，我送你。爷爷再见，小心，小心。叶灵，你不用担心，爷爷考虑周全，一定能够妥善处理的。爷爷考虑周全是没有错，可是他老人家太年久了。以前安政有老员工出纰漏，爷爷因为念及对方曾经跟他立下汗马功劳，所以只是轻轻一笔带过了。这次一定要先设想好，不能再感情用事了。你好，请问你们医院缺医师吗？谢谢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那个，能不能排下队呀？在那边。在那边是吧？好，谢谢啊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医院有没有招医生的？没有。那如果有的话，麻烦你联系我一下，因为我认识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，这是我的电话号码。谢谢。我有话跟你说。你都让于飞知道我在这里工作了，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杨董事长有意设立基金会，专门去研究像叶灵这样的症状，而你们许院长想从中谋取好处。那又怎么样？我都离开那家医院了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想做什么样的事，都跟我无关。夏雨阳，你不是说过会好好把握机会，不意气用事的吗？那你这态度算什么？为什么在这里浪费时间听你说这些闲话？就是把握机会，不是意气用事。张鹤凡，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？机会是靠自己创造出来的。你只要心平气和听我把话讲完，你自然就会明白。
希望一切真能顺利。一定会的。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先去找护理长吧。好啊。走。看到你们这样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说真的，还要谢谢你呢，护理长。要不是因为你跟宇阳说的那些话，说不定我们两个早就分手了。不会的，我知道夏医师啊是真心爱你的，你们一定会和好的。等结婚的日子定了，记得要寄帖子给我哦，我可是很期待喝你们的喜酒呢。一定会的。哦，对了，你的东西。之前你一直没有来收拾，我就先帮你收下了。护士长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夏雨阳，你总算出现了。我以为你被开除不好意思回来，哎，没想到你的脸皮还真不是普通的厚啊。周启瑞。算了算了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哎，这纸箱里头装的什么东西啊？干什么还特地跑回来呢？周启瑞，宇阳都已经离开了，你还有什么好为难的？你堂堂一个医生，就不怕传出去，人家说你尖酸刻薄啊？你说错了，我这不是尖酸刻薄，是尽忠职守。放下来，我要检查。周启瑞，你不要查吧就查吧，希望你查完之后不要后悔。笑话，我要后悔什么？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我待会儿马上到。于飞、叶玲他们在等我了，我待会儿就跟他们碰面。啊。那我等你的好消息，加油。不信查不出个什么来。现在杨董事长已经知道院长的事，毕竟涉及到这种庞大的研究经费，他不可能不提防。所以我想，他应该会找一个他既能信任又懂医学的人，来帮他监督基金会的运作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这就是你的机会。他老人家这几天会找你好好谈一谈。记住，你要表现出你是一个值得他信任的人。请董事长放心，我一定会用心监督基金会的运作，帮助叶小姐重见光明。爷爷，宇阳是可以信任的，他吃过医院的亏，是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的。请进。院长好，董事长，叶小姐。哦，原来他就是杨董事长的人选。对，就是他。院长，上次你回去以后啊，我是想了又想啊。你说你年纪也大了，啊，医院里的事儿就够你忙活的。如果再忙活基金会的事儿，咱们俩哪有时间去打高尔夫球啊？啊？哎，对对对，现在有了宇阳了，咱们有时间陪你玩。院长，本来爷爷希望我爸来帮忙的，可是自从我受伤以后，爸就在公司忙得不可开交，哪有能力再兼任基金会秘书长一职呢？刚好听到宇阳离开你们医院的消息，我和爷爷呀都觉得宇阳是最适合这个职位的。一来呢，感谢在我住院的时候宇阳对我的照顾；二来呢，有他在这儿，有什么事儿都可以直接跟院长商量了，他的意见
就代表我们家的意见，这样也可以减少你院长的人情压力嘛。你说是不是，院长？是。玉阳，千万要努力干啊，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信任啊。杨董事长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协助院长的。青年才俊，有出息。好，我也放心了啊。董事长，叶小姐，慢走。慢走。夏医师，院长，您叫我宇阳就行了，毕竟我现在不是医院的医师。那个事儿应该有误会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派人再好好查查。要真让你受了委屈，我会还你一个公道。谢谢院长，我就知道院长是被人蒙在鼓里的。你要是了解状况的话，一定会秉公处理的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是不太清楚。宇阳啊，杨董事长疼爱自己的孙女儿，拨了不少款子进了基金会。他说了，看医院需要什么，由你统合后向他报告。你也知道，经营一家医院不容易呀。以后，请你多多照顾医院了。院长，您太客气了。我今天能有这样的机会，全都是因为医院的栽培。我是个懂得饮水思源的人，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。是个聪明董事，难怪杨董事长这么器重你呀。让我找到了吧？夏雨阳亲战公务，铁证如山。还真是好大的一座山啊！原来都没有发现，周医师不仅医术欠佳，连中文也不太好嘛。你说什么你？啊，没听见呐？哦，原来周医师的听力也好像有点问题。连院长都来了，再看我怎么整夏雨阳。院长，您来的正好。夏雨阳太不像话，一再侵占我们医院的财物啊！你说过了没有？整天就知道惹是生非，医院里就因为有你这种人才会搞得没一个安宁。院长，宇阳啊，你放心，以后你在医院里的地位比赵主任，无需听他的指挥。谢谢院长。走，去你办公室看看。好，院长请。陪你去。为什么地位要比赵主任？他不是被开除了吗？宇阳已经担任基金会秘书，工作事情不用再担心了。于飞跟着宇阳，也不用担心再吃苦。是啊。叶离，于飞，刚才在医院不方便跟你说，我跟宇阳是专门来跟你道谢的。谢谢。不用谢我，虽然说我帮了你，但我是为了于飞。要谢的话，就谢于飞吧，他才是应该感激的人。叶离，你干嘛对我那么好？你说我将来要怎么还你啊？傻瓜，我们是好姐妹吗？说什么还不还的？你希望我幸福，我也希望你幸福啊。可是你帮了我那么多，我除了说谢谢以外，什么事情都帮不了你。要不然这样，你有什么愿望想让我帮你完成的，我一定拼了命去完成。不用，陪我在这走走吧。这么简单啊？
那好啊，走吧，走。张先生，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我也不是为了你。我知道，蛋我也很会煎了。这我也知道，但问题是你浪费了很多鸡蛋，给公司造成了不小的损失。哼，开玩笑，顾客要我就煎，损失多少不关我的事。林班，其实刘晓慧吧，她也是为了顾客。你不要帮她说话，这是我和她之间的战争。你只要站在旁边下注看戏就好。你什么？刘晓慧，我告诉你。我决定了，把你调职，调去当捕货员，去收银台。哎呦！哎，你说他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明明知道我脑袋不灵光，不能做太复杂的事情，还调我去收银。亏你还能笑得出来，这正是咱们领班狡猾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收银台什么工作呀？啊，那是最容易出错、最容易被人投诉的岗位。你惨了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次谁保你都没用了。我估计呀，你是非走不可路。可恶！你这个老巫婆，竟然跟我玩阴的！于飞舅舅。那你帮我想想办法嘛！我不想要离开卖场，我不想离开贺凡哥，求求你了！办法吧，办法倒是有一个了。快说，快说，快说！不就是可能要花一点钱？钱？嘿嘿，开玩笑，我刘晓慧什么没有，就是钱多多。啊，那就好办了。等一下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其他的我都不要了，只要这个。只要这个啊？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其他的都不要了啊。一共是10元。久等了啊！钱来了，钱来了！老规矩啊，有台词的200，没台词100啊！来，谢谢强哥。啊，有台词的啊！谢谢强哥，谢谢强哥，下次再有这种好事，记得通知我们呀。哎，好，也没我们的，行了啦。再见，兄弟，有好事再来找我们啊！妈，于飞他来了。啊，夏妈妈好，这是给你的礼物。嗨，又不是不熟，还带什么礼物啊？来，包给我，准备上桌。都煮好了，快过来吃吧。于飞，自从上次吵架之后，我妈一直觉得她说话太冲动了，所以她特别准备了这一餐，希望你跟月姨能够忘掉那件事。是啊，上次都是因为宇阳丢了工作，我才会情绪失控，别放在心上啊。
夏妈妈，您是长辈，我当然不会跟长辈计较。当然，以后如果您觉得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，或者做错什么，您得及时跟我沟通，这样宇阳也不会为难。妈，我能有基金会这个工作，完全是因为于飞的关系。叶玲她也说了，如果不是因为于飞，她是不会帮我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好好谢谢于飞才是。你放心，只要于飞能帮到你，我这个当妈的不会多啰嗦什么。于飞呀，以后宇阳的事业可多靠你了。你要在你那个朋友面前多帮他说好话，好让他继续往上爬。他会的，妈。等我把于飞娶进门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一家人吃饭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嘛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儿子，我可是为了你才受这么多委屈的。要是哪天他帮不了你了，我这脸可比翻书还快啊！妈，你放心，于飞跟叶玲他们是好朋友，他们的关系啊比亲姐妹还要亲。嗯，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有件事情你可别忘了。当初于飞他妈说，你们要是结婚，他要给你们买房子的呀。妈，这话是于飞他妈自己说的，又不是我们要求的。他们自己心里也很清楚，跟你在一起是他们自己高攀了。好了，我会找机会说。不是找机会，是要专门盯着。等以后于飞娶进了门，他妈要是装傻呢，那这于飞不是白娶了吗？记着啊。宇阳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小伟的事情我心里也有安排。我希望在嫁给你之前，把所有放不下的事情都安排好。听你的语气，好像还有什么事没放下呢。嗯。你可以告诉我，只要我能帮的，我一定尽力去做。我想让于飞跟在你身边学习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我不想别人误会，觉得我徇私。更何况他能力不足，根本没有相关的经验。于飞很聪明的，他学东西很快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知道，我的私心会造成你的困扰，可是你知道的，于飞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想帮助他。叶玲，友谊要用对地方，你帮他已经够多了，连她男朋友都帮，这已经够了。就因为我帮了宇阳，所以我更要帮于飞。贺凡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宇阳现在在医院里，根本就不用担心被别人欺负，只要他努力，早晚有一天会飞黄腾达的。可是于飞呢？他只不过是你们卖场一个小小补货员而已，这样的差距是迟早会出现问题的。贺凡，我求你好不好？帮我这个忙，于飞的幸福真的就在你一念之间了，你知道吗？想什么呢？想这么出神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很高兴，我妈终于答应我们婚事了。我们从决定交往的那一天开始，就在等待这一刻，前后差不多也都快10年了。前一段时间呢，诸事不顺，现在终于算是苦尽甘来了。只是，当原本以为不可能拥有的幸福，
变得理所当然的时候，心里反而会有一点点不安。为什么？因为害怕失去啊，得到了又失去的感觉，比从来都没有拥有还要痛呢。你不要胡思乱想这么多，不会有那么一天的。我知道，你又要跟我说会一辈子对我好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对了，上次我不是答应你要重新给你织一件背心的吗？已经快织好了。上次呢没有穿上，这次说什么都要在开幕式酒会那天穿上。好啊，我先回去了，明天有很多资料要看的。好啊，拜拜。拜拜。